男人手里握着刀，紧张地盯着黑帮大小姐。他的女儿被抓，威胁他来刺杀克里斯蒂诺的首领。艾丽在夜会当临时歌姬，效果总体来说还不错。大小姐过来找艾丽聊天，她的母亲也是个娼妇，在被她父亲娶回来之前，一直都在路上拉客，也是这里的初代歌姬，非常的出色。但是她的母亲远没有艾丽这么幸运，因为挺不过 TB 的幻觉效果，在生下她之后不久就空虚而死了。这时，伊万带被蒙洛家族来给大小姐送钱，大小姐在她身上闻到了血的味道，伊万借口说自己刚处理完尸体，却偷偷走到男人身边，向他展示了被手帕包着的耳朵。男人目眦欲裂，猛地站起身，用刀捅了身边的伙计，直冲大小姐而去。大小姐不慌不忙，加哈拉德一个箭步冲到面前，将男人打飞。而紧接着，更多的人在伊万的示意下围了上来。马克用钢丝将围上的歹徒甩开，冷静地指挥手下处理尸体，给伤员疗伤。为什么黄昏种之间会自相残杀？大小姐走到袭击她的男人面前，逼问他主谋是谁。她知道这些人的目标是自己，但他们不应该对她的手下和其他无辜的黄昏种下手，不供出主谋就杀了他喂狗。男人吓得转身就跑，一个男孩从2楼跳下，一挥手就杀死了男人，并抢过了他的牌子，紧接着朝大小姐走来。人群吓得惊慌逃窜，场面一时间非常混乱。大小姐想要让人群冷静下来，结果被不慎撞倒，眼看就要被地上的碎玻璃扎中，好在艾丽及时将她扑倒。人们争先恐后的逃出夜会，伊万悠闲地走出来，对着一个白发女人下了动手的命令。沃里克和尼克好不容易完成了工作，却发现里面乱成一团。据目击者描述，有个小孩在疯狂虐杀黄昏种夺取牌子。一想起之前发生的6号接案，沃里克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于是先让尼克去拖延时间。加哈拉德一拳将男孩砸进了柱子里，却没想到对方不仅毫发无损，还仅仅用一只手就拦下了他的铁拳。男孩一手撑爪朝他抓去，还好马可及时赶到，用铁丝将人甩飞。他夺取的牌子也回到了马可的手上。门口的黄昏种都被白发女杀光，大小姐递给艾丽一把枪，让她从后门逃走，而她则又返回了战场。恍惚间，她似乎看到了弟弟的影子。男孩非常强大，但却没有带牌子。如果是黄昏种，早就应该被政府盯上了才对。他们4大家族也不可能不知道，难道是猎人？见马可和加哈拉德不肯还他牌子，男孩有些焦躁，飞起一脚踹翻了加哈拉德。虽然是个孩子，但力量和敏捷度都是顶尖的。不过正因为他是个孩子，在加哈拉德和马可的围攻下，很快就被制服。而就在这时，白发女艾丽卡出现在夜会里，横起一刀砍向马可。马可急忙竖起钢丝抵挡，男孩趁机挣脱，对着加哈拉德一脚踹下。加哈拉德砸碎墙壁倒飞出去，艾丽卡又是一刀挑出了马可脖子上的链子，但上面挂着的却并不是牌子，而是一枚戒指。而马可居然不顾艾丽卡的工具，转身去抢救戒指。沃里克来到楼顶，发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，整条街的人都警惕了起来。男孩拖着加哈拉德捡起戒指仔细看，没想到马可居然不是黄昏种。马可奋力地打倒戒指，你的脏手不配碰它，手指被划中，血溅在了身上。男孩的表情瞬间变得很难看，他抄起地上的啤酒瓶就要朝马可扎下，2声枪响从楼上传来。大小姐冲着艾丽卡连开几枪，不许对她的部下出手。然而艾丽卡一挥刀就斩断了枪管，挥刀冲她而来。艾丽没有选择逃走，而是折返开枪将艾丽卡逼退，挡在了大小姐身前。然而手枪很快就射空了，艾丽卡将刀对准了艾丽。尼克突然破窗冲了进来，一把将艾丽卡摁倒在围栏边缘。看清楚她的样子后，稍微一愣，没错，这个女人和蒙洛身边的德里寇长得一模一样。尼克了然，他比他的哥哥更有胆魄和本事。2人持刀对在了一起，加哈拉德大喊着让尼克退下。艾丽卡不是他这个冒牌货能对付的，但尼克的表情却非常兴奋。如今加哈拉德和马可全部负伤，也只能将人交给尼克对付。大小姐指挥着大家撤退，关着的男孩发现他们想要逃走，将那扇特制的铁门砸得砰砰作响。尼克甩出2根钢管拦住他，示意他们一起上。沃里克赶到夜会，发现门口已经血流成河，空掉的药瓶子扔在地上。尼克明显又过量摄取了，而在看到和尼克对战的人时，他也吃了一惊。几人躲在后台给加哈拉德和马可处理伤口。艾丽问起加哈拉德为什么叫尼克冒牌货。黄昏种人的级别单纯取决于能力，能力越强评级越高，但尼克不一样，他是依靠药物将身体能力发挥到极限，强行击败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得到的。他原本的等级最多也就是 B5。果然在2个怪物级别的对手围攻下，尼克很快就被捅穿肩膀败下阵来，眼看就要葬身于刀下。金者鬼魅般的出现，将艾丽卡利落的撂倒在地，举枪对准了男孩。他们是看到沃里克发射的求救信号赶来的。金哲的等级是 S5， 一剑打不赢，2人飞速撤退，危机暂时解除。沃里克一看，好家伙，尼克又把自己搞了一身伤，偏偏人家还得意的竖起大拇指，他争取到了5分钟呢。
查杜带着警察包围了议会，但罪魁祸首还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跑走了。原本是为了保护黄昏中举办的宴会，最后却成了一场大屠杀。大小姐抱紧了在死去母亲怀里哭泣的婴儿，她是不是做错了？沃里克向查杜先生接了电话，打给蒙洛家族，有一件事必须让德里寇知道。而今晚这场袭击果然就是伊万联合科西嘉干出来的好事，而那个被扔出议会的男人也加入了科西嘉的阵营，他正是艾丽的弟弟艾米利奥。针对黄昏人种的屠杀这才刚刚开始。加哈拉德、马可以及尼克都被送到了泰奥医生的诊所治疗。尼克一到这儿就在泰奥医生的威压下变得非常听话，让艾丽还以为他被掌握了什么把柄。泰奥医生是这里唯一一位维护黄昏种的医生，他们店里的克莱伯都是医生按盘出售的原料自己精制的。克莱伯的价格昂贵，黄昏种人的贫困人群和孤儿无法承担费用，所以都来这里投靠医生。尼克也受了医生不少关照，欠下了不少人情，久而久之就抬不起头了。毕竟他们这种人也只有医生可以依靠了。沃里克在警局中帮忙认尸体，他有着先天的超记忆症候群，对所有事都能过目不忘，这也是便利屋不属于任何组织的重要原因。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尼克还要危险，这种人一旦投敌，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。康妮气喘吁吁地跑进店里，一把搂住了病床上的马可。原来两人是情侣关系，马可视若性命的戒指就是康妮交给他的，这是他的一个诅咒。他在将戒指还给康妮之前，就算只剩一口气也要爬回来。艾丽在天台上帮忙晒被子，尼克跑到天台上待着，被妮娜生气地拽回床上躺着。沃里克来到蒙洛家族，将艾丽卡成了黄昏种猎人的事告诉了德里寇。艾丽卡的确是德里寇的双胞胎妹妹，小时候孤儿院遭到袭击，黄昏种的小孩遭到挟持，多人负伤严重。当时的沃里克和尼克在废墟下救下了杨和德里寇，但艾丽卡却不知所踪。德里寇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。再次听闻就是这种消息，康妮紧紧抱住了艾丽，感谢她保护了大小姐，并希望她不要把她和马可的关系说出去，他不想成为他的负担。说着交给了艾丽一个钥匙，下一次会是更惨烈的斗争，如果还想见到他的弟弟，就不要待在这里了。沃里克回便利店拿了枪，准备去调查点事。艾丽正哄着孩子，大小姐暂住在他们这里，正在屋里睡觉。下楼的时候遇到了尼克带着饮料回来，顺手拿了一瓶。原本受三原则保护的克里斯蒂亚诺家族落到如此下场，蒙洛家族遇袭也是时间问题。虽然家族里人才很多，但到最后靠得住的也只有身为黄昏种的德里寇。虽然他和尼可回归能缓解危机，但对方可是连加哈拉德都对付不了的人，而且政府的监视也增多了。这时沃里克突然撞上了一个男人，对方是个从未见过的生面孔。佣兵工会正在和加哈拉德联系着增派人手，突然电话线被人剪断，一个扛着斧头的女人闯进了废墟街。指挥官豪森立刻动员手下行动起来，并让人护送道格去找加哈拉德。黄昏种人的寿命在30到35岁左右，他们短暂的寿命就是代价。而克莱本中也有强烈的毒性，但以现代医学来说，开发代替的新药非常困难。若暂缓摄取克莱本，黄昏种的一切生命活动都会显著下降，甚至死亡。艾丽翻出了沃里克记载的关于黄昏种的笔记。大小姐一觉睡醒，夜会已经修整好了，明天开始就会继续营业。克里斯蒂亚诺家族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道格一行人遭到了斧头女的伏击，用生命保护着她离开秋园。与此同时，蒙洛遭到了叛徒伊万的挟持，少了克里斯蒂亚诺家族的支援，只有一个地级黄昏种的蒙洛家族根本不足为惧，而黄昏种工会的位置升起了滚滚的黑烟。